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澳大利亚媒体最近惊呼，对华贸易已经濒临悬崖，铁矿石繁荣到底是掩盖了什么？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说，3名澳大利亚前外交兼贸易部官员在一项新的研究报告中发出了惊呼：澳大利亚严重低估了中国对澳采取的贸易制裁的影响。报告认为，澳大利亚此前似乎没有意识到中国制裁措施的整体影响，因为真实情况一直被强劲的铁矿石对华出口所掩盖。随着中国正在寻求新的铁矿石的替代来源，这项贸易也可能会崩溃。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棉花、大麦、煤炭、铜、牛肉、葡萄酒、木材和龙虾等商品所受到的制裁，如果延长1年，损失将高达230亿美元。如果不算铁矿石，澳大利亚的对华贸易大幅下降了23%以上。更可怕的是，中国正在寻找新的铁矿石来源，在几内亚等非洲国家很快就能生产出与澳大利亚的皮尔巴拉矿山相同质量的矿石。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农产品和矿产品。针对铁矿石来源这个问题，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比如说调整整个钢铁产业的布局，以去产能为主，这样就能把铁矿石的价格打下去。另外一方面呢，随着铁矿石的涨价，最终呢也会导致中国生产的钢铁产品涨价。那么我们把这些涨价后的钢铁产品卖到全世界，可以说依然获利可观。何况我们在开发新的铁矿石产地这方面呢，也在做着较大的努力。那么只要铁矿石大宗货源能够搞定，那么澳大利亚企图利用它的铁矿石涨价来跟中国对抗，这样一个做事呢，恐怕就没戏了。在五眼联盟国家之中呢，澳大利亚是访华最积极的，也是最傻的那一个。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农产品、煤炭等市场份额，由于受到制裁，这些农产品和煤炭的出口已经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嘴上说要帮助澳大利亚对抗中国，那实际上呢，他们坑了澳大利亚一把。澳大利亚受到制裁的产品，美国立刻补上了。显然，吃亏的是澳大利亚，占便宜的是美国。当然，中国在反击澳大利亚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你既然替美国办事，那我就把你的市场让给美国。现在就连日本也在鼓动澳大利亚带头抗中，这只能证明澳大利亚县政府非常傻。在全世界，只有澳大利亚吃着中国的饭，还砸中国的锅，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卖货的人会得罪客户。那么澳大利亚呢，现在就在干这件事儿。据说呢，为了抗中，澳大利亚最近还准备推出一份人权法案，以期在人权问题上制裁中国。这可以说是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不要忘了，在人权问题上，澳大利亚一屁股屎。在阿富汗，他派出的占领军滥杀无辜，这笔账还没算清呢，他现在又想在人权问题上挑事儿，显然是不自量力。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国对那些反华国家必须采取不同的对策，其中一个对策就是要杀鸡儆猴。那么澳大利亚如果再不知悔改，就有可能成为那只被宰的鸡。中国正在进行长远的布局，我们有耐心也有智慧，让那些反华国家承受应有的代价。澳大利亚县政府的好日子，我想不会太久了。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